这大冬天的，怎么就这儿透着一股子寒气？能不冷吗？那孙秀芳死的，穿着白裙子，死了都是绿。阴气太重了。白醋的味道。妖怪，快转过头去，这不是小孩子该来的地方。叔叔送你回家。赵叔叔，没事的，我就看一眼。真是造孽啊！好好的人怎么遭了这样的祸？可不是嘛！以前我在电视里看过杀人案，也不知哪个遭天杀的。陈大爷，有可能是熟人作案，现在有可能凶手就在我们身边。什么？凶手在身边？哪儿呢？这谁家孩子？家长呢？这可不是孩子看热闹的地方，赶紧领回去。妖怪，叔叔带你回家，免得晚上做噩梦。臭丫头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赶紧回去，别在这瞎掺和，请你办案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段队，这是我家闺女。这还得你家姑娘？可不是嘛。快回去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家住这附近啊？是的，段队，这不是我从常保安调到警署啊，我家就住在附近，家属楼的501。小姑娘，你过来。玉川，你家孩子几岁了？10岁上5年级，放寒假在家玩游戏。还有大叔，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看小屁孩的眼光看着我，怪别扭的。好，那叔叔问你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陌生人或者是行迹比较可疑的人啊？没有，我在玩游戏。那你为什么说是熟人作案呢？很明显的啊，大叔，要是陌生人作案，不可能进到厂子里。我们厂子里管得可严了，出入都要登记。段队，一个小孩能知道什么？还熟人作案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。老段，你该不真要听一个10岁小孩在这分析案情吧？不听拉倒。刑案中走访调查是基本要素，更何况这能耽误多少时间？别搭理他，你说。首先，凶手没跑远，厂区就一个正门，后门被铁链锁死了，围墙上全是带电的刀子，他不可能出去。其次，那护栏上有新的划痕，还沾着布料纤维，跟孙阿姨身上白裙子的料子一样，说明她是被人推下去的，不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。段队，情况属实，这不傻子都知道的吗？闭嘴！你接着说。孙姨手腕有勒痕，坠楼前被人绑过，背后的刀伤看位置和伤口程度，应该是刀扎破了心脏。按理说，现场应该会有血液喷溅的痕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死者在坠楼之前就已经死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被逼着上的天台。那你在这说什么？这点东西是个警察都能看出来的东西，还有你在这说？齐立川，把你闺女带回去。石叔叔，你说错了。那你说我哪里错了？第一，孙阿姨前夫上个月就去外地打工了，我昨天还听她跟我大妈说前夫寄了500块钱抚养费，她不可能跟他吵架。第二，刀伤的位置以及长度判断，坠楼不过就是为了掩盖坠楼前已死亡的事实。第三，最关键的是坠楼角度。坠楼角度？从天台到地面，正常摔下来应该是头朝下，而孙阿姨是面部朝下，而且距离办公室主体过远，说明是被人推的，受力方向不对。死者坠落姿态确实不符合自主坠落特征，面部着地的角度更像是外力推搡导致，故而可以得出结论：熟人依找孙阿姨有事为由，骗至行凶地点，随后绑架威胁，最后杀人，然后推下去，想伪装成意外坠楼。太厉害了这啊！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刑侦知识啊？你爸教你的？我家书架上全部都是各种刑侦书籍，还有各种杀人案例、警方指导案例。哎呀，不愧是黎川的孩子啊！黎川，你先把孩子带回去，厂区晚上冷，别把孩子冻着啊。好的，段队。走。段队有发现。段队有发现。说，在孙秀芳身上发现体液痕迹，但未发现任何毛发组织及 DNA 残留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查死者社会关系，平时接触的人，尤其是有过纠纷或者亲近的人，逐一排查。是。小丫头片子，你笑什么？李川，赶紧把你孩子带回去，这里是凶案现场，别给他留下什么阴影。好的，石队。走。哎呀，吃饭了没啊？肚子饿不饿？爸爸，肚肚早就饿了，一直等你回来呢。装小孩真累。好，爸爸去给你做饭，你好好写作业。
谢君瑶，你又偷偷看电视是不是？都5天了，案子还没破，不就是厂区凶杀案吗？这么简单，还能拖这么多天？孙秀芳，女，56岁，安城人，大丰厂普通职工，当天上白班，晚上下班后未直接回家，死亡时间初步判定晚上10点23左右，系绑架侵犯后杀人伪装坠楼，现场未找到毛发，无 DNA 残留。走访调查显示，死者性格温和，在厂区和邻里间没什么仇人，排除仇杀的可能。女儿在读大3，离异多年，前夫3年前因醉酒闹事被拘留，至今仍在外地打工，无作案时间。现场未提取到嫌疑人脚印，只有死者自己的脚印在天台边缘，像是自主走到护栏边。凶手肯定不是第一次作案，现场有处理痕迹，但是太糙了。换成我有无数办法清理现场。陈大爷的笔录，他说晚上10点20左右在这边散步，隐约听到厂区那边传来一声惨叫，他以为是野猫叫。谢君瑶，谁让你动我办案资料的？给我！哎，爸爸，人家不是想帮你破案的吗？你不捣乱就不错了，还破案呢？你以为你看了几集柯南就变神探了？不准动了啊！虽然我不是神探，但我了解罪犯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就把凶手给你找出来。12栋601。这电脑什么时候才能坏呀？仅仅是追踪数据都会崩溃，更别说大型编程了。12栋601，看来我猜的没错。好的，顿顿，我马上回来参加排查任务。爸爸，我找到凶手了。瑶瑶，爸爸没时间陪你玩，等这个案子结束了，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真的找到凶手了，这是我分析得出的结果。在这个案子中，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那你说说什么线索？既然是熟人作案，你们也调查了孙怡的社会关系，其中交际最多的也就是我们这栋，也就是12栋。12栋共计12户，除我们和孙怡外，还有10户。这10户中，1楼陈大爷和吴大妈没有作案能力，赵林叔叔是报案人，也不可能是凶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剩下8户。这8户中，其中符合条件。走，跟我回队里。石队、段队，我们先过去。好。段队，小谢，你刚才说发现了重大线索，你说说看。段队，我家闺女说，小谢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现在是破案的黄金时间，你在这瞎胡闹什么呀？你闺女能知道什么呀？她应该在家里边写作业，而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在这听个小屁孩分析案情。是啊，小谢，虽然你闺女在案发现场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但她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，你还是先回去让她写作业吧。啊！你们要是能破案，也不会拖那么多天了。秦立川，看看你教的好闺女。段队，分析会马上要开了，你走不走？走。2位叔叔，我知道凶手是谁哦，你们确定不听吗？听你一个小屁孩在这分析案情，你真以为自己能破案了？石队，我家闺女分析的实在严重，听听吧。谢立川，你是刑警，不是保姆。你要这么愿意陪女儿过家家，那这样，这个案子你就别参与了。陈大爷的口供和痕迹时序存在先后逻辑问题。痕迹持续，这是上个月刑侦之虎面对系统内的讲座上提及的新概念呢。他一个小孩怎么会知道？是对，要不然你先去开分析会吧，我留下来听一听。队长，去吧。瑶瑶，你接着说。队长，这分析会你要是不去，这也没办法开啊。那这我也留下来，听他到底要说什么。你们现在应该已经针对12栋的常住居民进行了排查，
但基本上都有不在场证明，或者不具备作案能力。我说的对吧？没错。我先说现场痕迹吧，现场至少有4处误导警方办案的痕迹。4处？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！我们一共才发现了2处，小屁孩就是小屁孩啊，以为看了几本刑侦书就能当神探了？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事情，所以在我说的时候，请你闭嘴好吗？瑶瑶，你说。第一，孙怡后背刀伤是直锤扎进心脏，手法这么专业，凶手是不是以前伤过人，或者专门学过用刀？第二，现场连凶手的毛发、脚印都没留，清理的这么干净，偏偏留孙怡自己上天台的脚印，是不是故意误导咱们？第三，孙怡指甲里有1楼的泥垢，说明在1楼被控制了。那带他去天台时，楼道怎么没有拖拽痕迹？是早清了，还是走了别的路？第四，冬天血凝固快，就算凶手清理过，角落也该有点残留吧？而现场一点喷溅血迹都没找到，凶手用了什么特别办法？刑事案件中，尤其是一刀刺进心脏后拔刀出来，必定会伴随着血液喷溅现象。可奇怪的是，现场没有喷溅血迹，由此说明凶手是个老手，清理了血液喷溅。但罗米诺测试一定骗不了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凶手杀完人之后没有第一时间逃离，反而是清理了现场，并且精心准备了误导警方的细节？那你怎么解释侵犯？这就需要你们补充侦查了。瑶瑶，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犯罪嫌疑人了601李文章，我真是疯了！听你一个小屁孩在这一本正经的分析案情。李文章那天晚上在上晚班，而且有工友提供的不在场证据，我们已经将他的嫌疑排除了。不在场证据是真的，但他是凶手也是真的。案发当晚，我在门口的时候，明确的看见李文章在门口。12月21日夜里10点到11点之间，李文章约孙秀芳在工厂办公楼天台谈事。这事儿肯定是不方便说，否则也不会在天台谈了。出于某些原因，李文章可能是自己准备的，或者剪的绳子绑了孙怡，带到天台威胁，从而侵犯。或许是不堪受辱，孙怡反抗，激怒李文章，最后杀了孙怡。楼道里的拖拽痕迹，要么是凶手清理的干净，要么是孙怡怕被伤害，只能乖乖跟着上楼，符合熟人作案的逻辑。接下来我要对凶手进行犯罪心理画像，你们做好记录。凶手大概在170到175之间，体重60公斤左右，身材消瘦，力气很大，应该是从事体力活动，单身或婚姻状态不理想，年龄在50到58之间。那你不如直接说凶手就是李文章了。你这心理犯罪画像就差报李文章的身份证号。我本来说的李文章就是凶手啊。但你解释解释，你这画像的原因。如果我的推断没错，那孙怡的致命伤部位一定是斜刺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反手握刀，刀锋一定是朝上的。这一点尸检报告可以明确。我让催一下。喂，尸检报告和卢米诺反应测试都多少天了？赶紧让他们交上来。瑶瑶，你接着说。孙怡身高168左右，只有比他高的人才有可能自上而下刺入。档案中的致死伤图片很清楚，也是推断来源。案发现场不可能在1楼，因为办公室晚上还有人加班，所以只能是在4楼。反推可以确认，2人发生冲突，矛盾激化，最后暴起杀人，一刀刺中孙怡心脏。合理。心脏被刺伤，身体会发生即刻生理反应，随之而来的就是陷入意识模糊。由于心脏供血功能的丧失，会造成循环崩溃，陷入休克状态，不出10秒就感知不到脉搏了。这种状态下不存在很轻松就能搬起来的情况，而我受的力气很大，从事体力活的原因也就在这里。天台边缘是有围墙的，12栋符合条件的只有李文章。刑案是需要证据，不是你在这说2句我们就能抓人的。安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林厂长，什么？我让你查的。李文章21号晚10点10分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。好的好的，感谢你提供的重要线索。臭丫头，背着我查案。段队，大风厂刘厂长确认，21日晚10点10分到11点，李文章不在工作岗位，不在场证据作假，而且李文章是炼钢车间的工人，同时也是炼钢车间的班长。炼钢车间距离案发现场只有3分钟路程。好的。法医那边确认，伤口跟瑶瑶说的一样，而且卢米诺反应测试表明在4楼天台的平台上呈现大量喷溅痕迹。竟然和瑶瑶说的一样。安了，这都只不过是基测而已了。段队，现在可以抓人了吗？可以，抓人。等等，段队，我建议配枪。为什么？李文章可不是普通人，他可是杀人犯，肯定不是。
我的意思，李文章的身上还背着其他命案。什么？李文章肯定是有前科的，他身上必定背负命案。单凭对方杀人以后处理现场的手段，就能够看出来，对方的身上或许还有可能不止一条人命。少吃点。爸爸，不行，你说完了我再给你。可这也不能说明他身上有其他命案，你太想了。正常人在第一次杀人后，必定陷入恐慌、害怕当中，甚至有些人会有呕吐的生理性反应。可李文章没有，他还能淡定地清理现场。因为刺中心脏，导致鲜血喷溅，李文章不得不回去处理身上的血迹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案发现场闻到白醋味的原因。水和白醋1:2的比例，浸泡血渍后清洗，能够有效地清洗血渍。保安队长赵林在附近巡逻的时候，听到这声惨叫，立马上来查看情况，发现办公楼下的死者，立马报警。而这个时间中，李文章正在清洗血渍，没时间逃离。等他想返回炼钢厂的时候，你们来了，封锁了附近区域，根本出不去，所以才能够看见应该上班时间的李文章在现场附近。以上大概就是李文章行凶过程。只有李文章和孙秀芳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关系平平，为什么会大晚上约受害者在办公楼见面？需要你们补充侦查。但他为什么不跑？亏你还是刑侦副总队长，你脑子让狗吃了。他要是跑了，不就坐实他是凶手了？没错，最重要的是激情杀人，配合积极自首交代，并且主动交代案发过程，并且在狱中还能减刑，假定他是凶手，肯定知道这一点。那为什么他不自首呢？所以我怀疑他以前有可能杀过人。李文章约孙秀芳于工厂办公室谈事，产生口角，遂绑架威胁，后侵犯孙秀芳，因反抗激怒李文章，3刀杀了孙秀芳，推下楼伪装致命伤。李文章清理掉了现场自己的痕迹，因逃犯心理怕被人发现，所以赶紧回去清理因血液喷溅的血迹。后厂区保安队长赵林报警。警察吧，我发现死人了！快来！李文章单身，身高174，平时里不爱说话，一副老实人的样子，但往往这种人最容易骗人了，所以断说实说，还不抓人等什么？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来了。哎，摇摇。别跑！站住！别动！师爷！老实点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在时间里影响不好，带走。走！师弟，我犯什么罪了？我犯什么罪了？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老实点，李文章。现在我们怀疑你是孙秀芳案的凶手，请乖乖配合我们调查，否则……我杀了孙秀芳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平时连个鸡我都不敢杀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呢？你们肯定是搞错了呀！警官，有没有搞错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别逼我们上审官。李文章，我们对你的行为已经了如指掌了，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主动交代，争取宽大。跟他有什么说？二队已经去他家里了，只要找到证据。哎，你们没有证据啊！没有证据凭啥抓我？我举报你们！李文章，老实一点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，只要在你家能找到证据，就可以直接定你的罪了。那你要是在我们家没有找到证据呢？我可是有权利起诉你们的。队长，要是找不到证据呢？这都已经5天了，他要是销毁证据，肯定就没了。现在只能等卢米诺反应测试的结果了。李文章，
别说是5天，就是5年，只要有痕迹都能查出来。不用想，卢米诺肯定检测不出来了。瑶瑶，你什么意思？卢米诺测试怎么可能检测不出来呢？就算只有1%，也能检测出来啊！的确，卢米诺对陈旧血迹，哪怕是数年也能检测出来。但如果他把染血的衣物和凶器全扔进了炼钢炉里呢？什么？对李文章来说，他处理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简单了。几千度的高温，一下就能让这些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什么呀？你们说的什么呀？我一点我都听不明白呀！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因为我得罪过你们父女俩，所以你们现在是在这公报私仇的是吧？哦，公报私仇？对呀。那你说说，我们怎么公报私仇了？哎呦喂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把人给铐上了？谁知道啊？臭丫头，你的那么近干什么？年纪不大，胆子倒是不小。陈大爷，我爸在呢，没事的。臭丫头，还敢顶嘴？下次不给你做红烧肉吃了。陈大爷，我错了。对呀，大家伙都知道，你平时工作忙，又没个媳妇儿，那都是陈大爷和吴大妈借瑶瑶上下学的。我记起来了，那天我腿不舒服，我去医院检查了，正好文章下班早，我就让文章去接瑶瑶放学去了。对呀，对呀，上次我还是开厂里的车去的，半路上就窜出来一个女孩来，我一猛打方向，就撞到了瑶瑶。你们肯定是因为我撞到她这件事情，对我怀恨在心，用我去顶罪，好给你们上面交代是吧？我是一个没有父母、没有媳妇儿的人，瑶瑶是你的女儿，我算个什么呀？我就是个外来人罢了，是不是？小谢呀，就算你们有压力，你们也不能冤枉好人呀。是啊，小谢，李文章多老实的一个人啊，小孙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？是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老子给我闭上！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收拾你！哎，警察大人啦！警察大人啦！有没有人管一管呀？哎呦，哎呦，能打人的！警察大人啦！有没有人管一管？警察大人啦！有没有人管一管？天宝，还行不丢人。队长，明明是这个家伙颠倒黑白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现在就等从他家搜出什么线索再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把人带走。啊！冤枉啊！哎呀，冤枉啊！大家快来看，咱们警察无能过不了案！哎，吵什么吵？老林，你怎么来了？孙秀芳案的嫌疑人准备带回警局审讯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凭啥拿我顶罪呢？哎，老段，你们没有证据抓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程序的？还有一些证据正在搜集。这位警官，他们没有证据，凭啥抓我呢？我可是厂里蝉联8年的优秀职工啊！李叔，你就认吧，现在认了，还能争取宽大处理。哪来的小屁孩？滚回去！老林啊，这是我们1组的案子，段队盯着，没你们2组什么事，该回，明白啊？我添乱！你看看你手底下这一个个歪瓜裂枣，还一个走后门的进入总队的，证据都没有就抓人，你们能破什么案子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案子本来就是应该给我们2组。青天大老爷，你可得帮我评评理啊！你得为我做主啊！没有证据就敢乱抓人，你这传出去像什么话？这没你的事，先回吧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人家那名警官，人家都能看出问题了，还不真是铁了心了的陷害我呀！你们赶紧去通知电视台呀！吵什么？谁冤枉你了？李叔，你就承认吧，现在承认了，还能判个缓刑。我没有罪，我承认什么呀？我知道了。你他妈又知道什么了？你们就是没有证据，
就是给我屈打成招，你们就是为了报复，我差点把谢君瑶撞死。你们这蝇营狗苟的都是站在谢君瑶那边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这就是对我的报复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谁说？没有证据了？你这变戏法呢？用哪来的证据啊？现场都亲眼看见了，怎么可能还有证据？凶器、衣服，我全都扔进炼钢炉了，就算是卢米诺也检测不出来。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说过，嫌疑人只要实施犯罪行为，要么带走什么，要么留下什么。就是说，哪怕你毁了凶器和沾染血迹的衣物，你身上同样会遗留痕迹。谢君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瑶瑶，我真不是有意撞你，况且你现在不是也没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怎么能够帮着这一群警察来陷害我呢？你想一想，我原来对你多好呢，难道你的良心真的被狗给吃了吗？我陷害你？行，既然你不要宽大处理的机会，那我就让你死心。物质交换是存在客观事实当中的，只要犯罪必定留痕。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犯罪，只不过是存在于每一个凶手的臆想当中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从你说出48小时的扣留时间开始，你就已经露怯了。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，但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且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应该知道的。的确，你处理了凶器和染血的衣物，但是有个地方，这5天的时间你是洗不干净的。什么？你这张脸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一刀扎进孙怡背后，刺穿心脏，经尸检报告鉴定，胸口垂直刺过心脏，一刀毙命，切口平整，无2次伤害。这证明你有经验，知道从什么位置下刀，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造成死亡。换言之，你的手中还有命案，并且是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手法。你胡说！我没有杀人。在你逃亡后，你学习法律知识，所以你清楚在人群中怎么做才不会引人注意。这也是你这么多年潜逃多年没被抓的主要原因所在。孙怡案中，你完全可以以感情为由编个幌子，因遭感情不和，从而冲动杀人。激情犯罪后，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。你这个案子中，大概率判决15年，服刑期间表现良好，还可以减少刑期。而你没有主动自首，这代表着你还在害怕更深的东西被警方挖出来，比如你曾经杀过人。另外，你家里一定有治疗睡眠障碍的药。我没有！你胡说！我没有杀人！我没有杀人！为了让你心安，所以自首了。让法医过来一趟，再看看李文章家有没有治疗失眠障碍的药。是队长。法医到抓捕现场。瑶瑶，你怎么知道他家里有治疗睡眠障碍的药啊？我说过，杀人凶手的手法极为专业，这种东西就是人为习惯。就比如手机放在桌子上，你用左手还是右手拿，是一个道理。其次，凶手还有其他的命案在身，并且邻居们也都知道李文章有严重的睡眠障碍功能，并且怕黑。案发时间在10点，工厂办公楼周围没有什么人，且楼道是在外面。那为什么李文章要在漆黑的晚上一个人出现在工厂办公楼附近呢？一个怕黑的人，却异常的出现在没有一点灯光的废弃厂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结论只有一个，所以他就是凶手。一个多年前犯案潜逃的凶手有睡眠障碍，不难推断出这应该是第一次杀人的场面，在他的心中是梦魇，所以不敢闭眼，怕黑。而他的行动也解释了这一点。他自从进厂后一直都是夜班，持续了8年。段队，哪需要做卢米诺测试？脸上、脖子上。段队，嫌疑人家里发现氨基丁酸，这是抗失眠的药物。还真有药。瑶瑶，你是怎么想到在他身上做卢米诺的？我说过，因为他的下刀位置，刀口在身体，呈现斜下刺伤位，那他一定是自上而下刺，并且是反手拿刀，在拔刀之后一定会造成鲜血喷溅的情况，所以你的脸上、脖子一定会残留血印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那我再帮你回忆一下，12月21日晚10点半，你在警戒线外和邻居们看着案发现场，
而这个时候你已经洗过澡了，你身上有白醋的味道，这代表着你是用白醋清洗你身上的血迹。而这里有个化学知识，白醋中含有醋酸，会软化并分解蛋白质和血液中的血红素，会和罗米诺中的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发生催化反应，产生蓝绿色的荧光。皮肤表面并不平整，血迹可能残留于毛孔或角质层缝隙中，所以不可能清洗掉。再结合当时的血液喷溅情况，他的身上一定会有血迹残留，哪怕是白醋清洗过，也能检测出来。污蔑！污蔑！你们在诬陷我啊！你别动啊！你们别动啊！你过年的猪喊的！反应测试成功了。大队有反应，有反应！真有反应了！真的是他杀的！没想到看着老老实实的小李，竟然会杀人！表面上是个老实，其实啊是个畜生。谁说不是？谁能想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是个杀人犯呢？人是我杀的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带走。走。一开始我没有想杀他，是他自己找死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老张，哎，先等等，我今天来是想问你借点钱。啊？干啥？我闺女在学校里面出了点事。时间21号，6天左右。孙秀芳为什么偏偏找你借钱？我们两个3个月之前就好上了呀。你为什么杀他？我怀疑他和别人好上了。不对，那女人在外面就是和别人好上了。你怎么确定？赵林说的，他从别人车上下来，是一辆宝马车。李哥，看到孙秀芳从宝马车上下来，那车子我没见过，不是咱们厂里的。你亲眼见到了？是不是外边有人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问你在外面是不是有野男人了？对，我就是有野男人，怎么了？你这个婊子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我闺女出事了，让你给我去借点钱，你呢？不借钱还骂我，我怎么就不能找男人了？他们能给我钱，你能吗？嘿！走！走！找男人是吧？我不想看见你，快把我松开，要不然报警了！嘿！钱！在杀人之后，你把孙秀芳扔了下去，然后清理了脚步，对吗？是。确认无误后，按手印就行。
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结束了？你想的太天真了。说说你以前的案子，杀过谁，在哪杀的，全都交代清楚。孙秀芳案交代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有了，我都已经交代了。你赶紧提起诉讼吧，你们办案的不都是有成本的吗？你对警署的流程还挺熟悉的。瑶瑶那小丫头有一句话说的对，我是看过不少关于法律的书。李文章，我们怀疑你以前杀过人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们怀疑我以前杀过人？那小丫头说我以前杀过人，你们就信呐？啊，太天真了吧！有本事你们就去查呀，你们查出来我就认了。孙秀芳是我杀的，我都已经认了。至于其他的，你们查出来，我就认了。啊！李文章，虽然你是冲动杀人，但是死期是逃不了的。你现在耍无赖有什么用？对呀，我都要死了，我还怕什么呀？案子不都已经破了？你们还在这折腾什么呀？查出来又如何呀？左右不就一个死吗？不会，不会吧？你们怀疑我以前杀过人？我以前就杀过人呀！你们可以去查呀。等你们在查出来之前，我还可以多活些10日嘛！啊！瑶瑶，你说他杀过人，有几分把握？10分，我去审吧。哎，这小屁孩怎么在这？哎，这小屁孩怎么在这？署长，那天就这个小屁孩在现场走来走去，破坏现场痕迹的。署长，伯伯好。老大，这个小姑娘是啊，署长，她是黎川的亲闺女，他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谢黎川的父母是因公殉职，他的爱人在缉毒一线。唉，现在只剩下这父女2人了。这小谢的工作也忙，这孩子呀，也确实是没人照顾。但是纪律它就是纪律，就是办案区，唉，不是孩子该待的地方啊。署长，这次最大的功臣就是署长。署长，哦，已经交代了，那就送检吧。我和检方对接，尽快的提出公诉。署长，还不能送检。哦，说说。无论从案发现场还有尸检报告上，都能证明李文章是个老手，所以我们怀疑他身上还背着命案。案中案？线索呢？目前嫌疑人反抗情绪比较强烈啊，而且叫嚣，只要我们能查到他就认。那就赶快的查呀，还等什么？但是现在嫌疑人情绪比较激动，尤其是我们提到他过往命案的时候，而且目前还没有证据。还没有证据？署长伯伯，交给我来审，我保证今天就能结案。交给我来审，我保证今天就能结案。你呀，胡闹，简直就是胡闹！他一个小屁孩说他杀过人，你就信呐？老段啊，你也是个老刑警了，咱们署里近期要提一位副署长，你可不要犯错误啊！署长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孙秀芳案之所以能顺利破获，多亏了瑶瑶，她是个天才，刑侦天才。神童啊！所以在没有线索也没有证据，他说你就信？原本我们对瑶瑶的话有所怀疑，但在本案的侦办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以及过人的心理素质，他不像一个初犯。不是石彦博，现在连证据都没有，怎么查？
就一直拖着，一直关着嫌疑人吗？上面让我们限期破案，这个案子既然已经破了，署长，要不然这样，孙秀芳案先上报，至于嫌疑人过去有没有犯案，我们还想再查一查。怎么查啊？哎呀，你这个报告该怎么写啊？哦，就写一个10岁的孩子怀疑他杀了人，你们信了？还审不审啊？还审不审啊？还审？老陈家，还审不审啊？我困了啊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再不审，你就送我去睡觉。这么多人呢，是商量要怎么对我刑讯逼供是吧？我都被判死的人了，我还怕你们这呢？你们是不是查不出来我杀了谁？你们就是这么一直看着我呀？啊！5天你们能查出来我杀了谁吗？老段，我再给你5天的时间，尽快的查出他都杀过谁。是，林署长，我觉得这是犯罪嫌疑人故意在拖延时间，故意这么说的。5天，给你们5年，你们能查出来老子杀过谁吗？5分钟，给我5分钟，我保证让他交代。不是小屁孩，你捣什么乱啊？谢立川，你管管你女儿。林署长，你就允许一个小屁孩在这胡闹吗？就他能破案呢？你能破案？那也就是说，谢立川，你让你的闺女看过卷宗吗？你的眼中还有没有纪律啊？署长，我能破案，要是破不了案，你完全可以处分我爸爸。嘿，臭丫头，有你这么坑爹的吗？署长，请您再给我家闺女一点时间，如果不能破案，我可以接受处分。署长，苗友真是个刑侦天才，请您相信我们的判断。你快批评他！几10岁的人了，靠一个小姑娘破案，简直是胡搞乱搞。行了，这5分钟我还是可以耽误得起的。既然一个说相信他，一个说他是刑侦的天才，我就只给你5分钟。好，就5分钟。瑶瑶，李叔平时对你还不错吧？可是你现在帮着他们来审我，李叔我呀，现在心里可难受了。你说你一个10岁的小姑娘，你懂什么是刑侦吗？听话，让你爸爸带你回家买娃娃玩啊。11到13年前，男方入室杀人，且目前未侦破，被害人为女性，挂为悬案，并且现场留下过大量指纹，但依旧找不到嫌疑人的，恐怕没几个。要是直接告诉你，你肯定不服气，所以我让你心服口服，我让你死个明白。人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审我。在杀害孙秀芳后，你伪造现场，清理现场痕迹，让警方误判，而你利用这个时间差，回到炼钢厂车间处理染卸的衣物和凶器。可你返回的途中，警方已经抵达了现场，而你被迫留在原地询问。我说的对吧？这都是我主动交代的，你有本事你说说我没有交代过的。我要说的是，一个普通人杀人之后，绝不会如你这般冷静，不仅知道清理现场痕迹，还十分冷静地回家清理血迹，处理凶器，然后再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慢悠悠地从车间走过来。要么你就是个疯子，可这一点在多年生活中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，那也就只剩下另一种可能，杀过人。哎呦，你说我杀过，我就杀过呀。
你搬来10年，这10年间基本无交集。除我们这栋楼外，最多的便是炼钢车间的夜班班组。而警方经过走访调查确认，你没有任何额外人际关系，十分符合犯罪后潜逃特征。这都是你胡乱猜测的。你知道你最大的破绽是什么吗？哼，你清理现场。你做了那么多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伪装，那么为什么没有逃走呢？所以我想到一个答案，你不想放弃现在的安稳生活。而站在罪犯的角度下，用犯罪心理学去剖析一个罪犯，我得出2个答案。第一，直接逃走太明显，若是在孙秀芳死后逃走，那就摆明了你是凶手。第二，你不想破坏自己如今安定的生活，所以还会第2次抵达凶案现场。根据你的第1次笔录，你是南方人，安省人，父母双亡，10几岁便远走他乡，来到雪城，辗转多地打工，10年前定居于雪城，机缘巧合进入厂子，很少社交，未婚未育。其他邻居的笔录里，关于你的部分也提到了你性格内向，沉默寡言，甚至可以说是孤僻。如此能说会道，你真的孤僻吗？逃了10多年，伪装的辛苦。你自述没有任何亲人朋友，也就没有人能证明你的过去。本市定居10年来，你拒绝社交，跟谁都不熟，反侦查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。你毕竟看过大量相关书籍，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身上的味道有多难闻。什么味道？逃犯的味道。因为你有过杀人后潜藏的成功经验，你自认为这一次做的比10年前更加完美，警方更不可能抓到你，所以你异常的从容淡定。可也恰恰是这种从容淡定，成为了你最大的破绽之一。单一条件下说明不了什么，但所有的条件都在你身上，那就只能说明你的过往情况有极大的问题。这10年，你没有一天不是活在焦虑当中，甚至你每天只能依靠药物进行深度睡眠。你害怕交际，你害怕别人了解，闲着的时间你只能看刑侦方面的书籍来慰藉自己。你在害怕，你在恐惧，你还害怕别人发现你的过往，你害怕别人知道你曾经杀过人。为此，你58岁了不敢找老婆，因为你害怕事情败露。所以以上种种只能证明你杀过人。杀过？可又能怎样？你有证据吗？你知道我在哪里杀的人？我都杀了哪些人？我的杀人方式是什么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没有。你能拿我咋样吗？对我个人而言，你这个人以及你的行为就是最大的线索。时间不多了，那我直接总结吧。第一，你曾经是一个小偷，做过入室盗窃。不好意思啊，瑶瑶，我打断一下，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？啊，要写报告。因为孙秀芳被害现场的痕迹处理是专业的，一个入室盗窃惯偷会很清楚，若是留下了线索，那么警方一定会根据线索抓到他。他也是在这个时候练就的反侦查本事。你十分清楚如何处理现场痕迹，在你杀了孙秀芳后，利用来人的时间差洗了澡消了脏，并且你还有不在场证据，这只能说明你是专业的，并且对警方的手段十分了解。你清理现场扰乱警方视线，却恰恰暴露出你有经验，知道警方会如何查案。第二，李文章自称来自南方3省之一的安省，10几岁离家，距今40年。你说谎了。如果你真是10几岁离家，那你的口音早就变了。可你现在在某些下意识瞬间，依旧会暴露你的口音。李叔，哎，瑶瑶，啥的事啊？咋了？南方3省以安省口音最重，也最容易识别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应该是安省
宁川人。第三，既然你乡音难改，也就说明你离家不久，所以我可以断定，你第一次杀人后才开始逃离家乡，而在此之前，你一直都在你老家明川。第四，你身高175，那么你杀害的人一定是比你矮的。你是入室盗窃，如果这家有男主人，还想要杀人，那一定是不现实的。所以我更倾向于被害者是女性。第五，人是有行为惯性的，你杀害孙怡后没有任何慌乱，反而淡定从容地清理现场所遗留痕迹，甚至你为了不让警方怀疑你还侵犯了孙怡。实际上到这里，已经可以确定你经历过类似的事件，也就是杀人。综上所述，时间11年到13年之前，地点安省宁川市，案件类型入室盗窃被屋主发现后入而杀人，被害人大概率为女性。因李文章此前嚣张态度，声称5年也破不了案，可判断现场应该没有留下 DNA、指纹等直接性证据，所以他才如此自信。爸爸，符合以上所有特征的案件找到了吗？输入一下。哦，有几个相似的案例，如果把 DNA、指纹等直接性线索等条件去掉，只有一个：12年前安省宁川市909灭门惨案，被害人是2名成年女性，还有2名婴儿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你们没有证据，你们都只是在推理，推理有什么用啊？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没有，你们没有。老实点，别乱动，坐好。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能把我和宁川的案件联系在一起，这是赤裸裸的诬陷，诬陷我。坐好了。真的没有证据吗？若是真没有证据，你在害怕什么？你在激动什么？李文章，你已经开始激动了，这就证明我说的是对的。你害怕是害怕他们一家的惨状，还是害怕他们来找你索命啊？一件影响恶劣、轰动全省的灭门惨案，所投入的资源绝对不是你能够想象到的，涉及成百上千人的调查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等等，你真的以为查不出来吗？可能是因为你是随机作案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够直接证明你在现场的证据，所以才会耽误这么久。而警方也没有把你列入嫌疑的名单，因为从明面上来看，你和被害者没有丝毫关系。而现在，我们已经将你与909案联系到一起，你逃不掉。署长，我提议马上向宁川警方申请调取909案的全部档案资料，同时请他们派遣当年调查此案的老刑警来咱们这协助办案。我同意，文件可以之后再。现在马上给宁川警方打电话。是。段叔，等等，宁川警方就算今天出发，最早也在3、4天才能抵达。无论你交代不交代，909案必破，你扛着也没有意义，大家都很累，不如简单点。现在我只需要你回答我，909案是你做的吧？909案是你做的吧？给我老实交代，不是你做的，你刚才激动什么？快说。李文章，你的抵抗只会显得你更加可笑。其实你很清楚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依旧跑不了。现在的侦破技术不是10几年前能比的，警方只需要深入调查，就能发现你的特殊之处。署长，我觉得这种人啊，就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样，你交给我，我保证在宁川警方到达之前，让他主动说出犯罪过程。哟，侦查现场的时候你不在，抓捕的现场你跳出来说我们没证据，现在审的差不多了，就想过来接手了？你一个小屁孩都能审，我堂堂重案2组组长不能审吗？小屁孩，你懂刑侦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亲，就算是要审，那应该是我爸爸审。
这件案子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李文章这种人不是你爸爸能审明白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副总队长和总队长都没你本事大，只有您林组长才能让李文章开口。不是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让他开口，要不然别影响我们警署办案。爸爸，你一定能让李文章开口，我说的对吧？啊，我？啊，我？要是说出去，这个案子是一个10岁小孩破的，警署就真没面子了，所以功劳肯定就会给爸爸的。希望爸爸努力一点。李文章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以为你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现在是给你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机会。你们不是刑警吗？你们可以去查呀！你们可以去查呀！你简直冥顽不灵。李文章，你老实交代你杀害孙秀芳的过程，我可以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说实话，我挺想让你知道的。痛快点，你交代了，我给你看关于孙怡的档案。你说了算吗？我没意见。谢谢伯伯。现在我问你最后一遍：12年前发生在宁川的909灭门惨案，是你做的吗？那是那个案子，没错，是我干的。909灭门惨案，一个老太太，一个29岁的女人，2个可能还不到1岁的孩子，是我，都是我杀的。现在到底了，告诉我，孙秀芳到底有没有绿老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让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想让你知道你有多该死！什么呀？孙秀芳当天去找你借钱，那是因为她女儿在学校出事了，大出血需要手术，而那辆宝马车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的。而就在当天晚上7点10分左右，医院来了电话，孙怡闺女大出血，死在了手术台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孙怡和你发生冲突的矛盾所在。如果孙怡在问你借钱的时候，你借给孙怡钱，孙怡的女儿就不会死。因为你，孙怡的女儿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。孙秀芳没有你所认为的其他男人。你更不知道的是，孙怡在上来找你之前，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可始终是有缺口的，所以才来找了你。她知道你这10年生活低调，有积蓄，她也不怕你不借给她钱，所以她联系了保险公司，把最终受益人改成了你的名字。可你却杀了他。继909灭门惨案，你的手上又添了一笔血债。孙怡保险的更改文件和通信记录，以及女儿的死亡记录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还是先交代909案吧。当然，你们杀了我吧！你们杀了我！罪大恶极，我罪不容诛，你们杀了我呀！杀了我！你们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你要做的是老老实实的交代案情，判你枪决的是法院，不是警署。神经病！姓名？李文章。多少岁？48。家住哪？瑶瑶。谢君阳。杜文杰。
杜伯伯好。好，嘿嘿嘿，你可真是一个刑侦的小天才。瑶瑶，杜伯伯手里头刚好有一个刑侦学院的推荐名额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杜伯伯说笑了，哪有什么天才，只是我这个年纪承受了我不该承受的。哎呦，嘿嘿，这丫头还真有趣啊！你说的也对，你才10岁啊，也不符合他们招录的条件。不过瑶瑶，这个案子你的存在必须要放在你爸爸的身上，包括报道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没意见，就是杜伯伯，那有奖金吗？我想换个电脑。那肯定是有的，你破获了2个案子，不过孙秀芳案肯定是没有了，因为你的功劳都放在你爸爸身上了。但是909案应该还有个几万块，毕竟它是一个悬案。署长，这个案子也不是他谢离川破的呀。再说这个谢离川也是走后门才调过来的，能力不足啊，署长。有病就去医院躺着，在这学人家当什么长舌妇？小屁孩，你骂谁呢？谁当长舌妇，我骂谁。不是，谁是长舌妇？还有，你才有病！你看看你，双眼无神，嘴唇发黑，脖子肿大，这都是典型有病的表现，还病得不轻。你这心脏、肝肾都有问题。你这心脏、肝肾都有问题。我说你这孩子到底有没有教养啊？你爸爸平时在家就这么教你的？果真缺乏管教。张口闭口就阴阳怪气，你阴阳怪气谁呢？自己没本事没能力，就妒贤嫉能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在这里当长舌妇，到底谁没教养？我爸今年30岁，6年前特招进入警署，2年基层，2年特警，蝉联4届警界格斗冠军，3次射击冠军。你呢？你拿过省级荣誉吗？4年前震惊雪城的街头受恐案，是我爸爸不畏生死和匪徒对射3枪，若不是有防弹衣，我爸现在或许都变成了照片。4年前爆炸案，我爸爸差点被炸弹炸成碎片。3年前豪门绑架案，雨夜车辆追逐战，我爸开着车追上去。林组长那时候又在哪里？我妈妈连环杀人案中被抹了脖子，死之前保留了犯人 DNA， 这才破案。的确，我爸爸是受到了照顾，可你林大组长扪心自问，自己能做到这个份上吗？我爸爸真的走了后门，还是警署中有人妒贤嫉能？我大舅舅北林省警厅副总监，想让我爸过去，待遇不比你们这里差，可为什么没去？你林大组长能告诉我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人守护的城市，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把命留在了这座城市，因为我爸爸要留在这里，继续守护这里。说的好像谁没负过伤一样。来，你看看在座的每一位民警，哪一个不是冲锋在前？哪一个没负过伤？来，你看我这里。行了行了，这是负伤的事儿吗？我爸几次破格提拔，不是立功就是拼命，你说谁走后门呢？那行，现在领导不是在吗？你说是谁给我爸开的后门？现在领导不是在呢吗？你说是谁给我爸开的后门？不是，我也是听说。老黎啊，你也是警署的老人了，怎么这点事你看不透啊？啊，听风就是雨，怎么还跟一个10岁的孩子吵上了？嘉奖的事就这么定了，说什么都没用。小谢辛苦了，追凶极恶，刑警使命，不辛苦。爸爸，你回来啦？这才刚刚破了案子，你才休息了1天，又开始忙起来。还不是因为你牵扯出来的909大案，现在案子破了，全国上下都开始清理积案，所有的人都在加班。爸爸去睡会儿，一会儿出来给你做饭，好不好？
爸爸，你醒了？哎呀，爸爸睡着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瑶瑶，让爸爸好好稀罕稀罕。我们家闺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啊？这算什么？我可是天才，杜伯伯亲自认证的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？事实啊，小小案件，本天才车马，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哟，我看你呀，是泡面吃多了，中毒了。臭丫头，你这么嚣张。好，那爸爸考考你，来，现在啊，你分分钟的把这个案子给我讲出来。把这个案子给我讲出来。去年1月的案子，大半年了，好家伙，档案这么厚，还没查出来。死者严福生，男，81岁，妻子很早离世，2个女儿都已经结婚，死者与2个女儿的关系很不好。老爷，去年1月13日晚10点左右，邻居朱凯去找严福生喝酒，发现严福生死在家里，而后报警。警察随后赶到现场，经法医现场勘查，严福生是坐在椅子上被鱼线割破大动脉而亡，死亡时间约是晚上9点10分左右。痕检与法医并未在现场提取到严福生外的其他证据，警方给出的结论是符合密室杀人的一切特征。经查，严福生所在的平原村在去年年初开始拆迁规划，因为是城中村，并且是重点改造项目，所以拆迁费都是按照最高标准来的。严福生家占地300平左右，总计拆迁款547万。因为这钱，关系不好的2个女儿都回来了，为的就是这笔拆迁款。村里人都知道他和2个女儿关系不好，根据朱凯的口述，死者的2个女儿就是为了这笔钱回来的，吵架次数更是多不胜数。我们经过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以及询问，最终整理了20斤的口供出来，确认了3个嫌疑人。村长袁立辉因拆迁问题多次和严福生沟通，每次沟通必定吵架，几乎所有人的档案中都提到了这一点。拆迁公司冯群，拆迁初期严福生就是个钉子户，多次阻挠拆迁，和拆迁公司发生过肢体冲突。邻村周丽娟，严福生去年上半年新找的老伴，拆迁规划出来之后，多次找到严福生索要钱财，不排除为财害人。严福生死之后，周丽娟想要独吞这笔钱财，用作于儿子的彩礼、婚房等用。可是严福生的2个女儿不同意，周丽娟一纸诉讼，将2个女儿告上了法庭，败诉，有作案的动机。不过案发当时周丽娟正在上班，并且有记录，可也不是没有买凶杀人的可能。爸爸，你这3个嫌疑人怎么？调查方向全错了。哦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发现？暂时没有。那你说什么？准确的说也不是没有，主要是时间问题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警署的分析没错，符合密室杀人特征。本身这种案件遗留的痕迹就少，更别说过去这么大半年了。真要说的话，我现在起码10几个怀疑对象。多少？10几个？对啊，你想啊，就你们列出来的3人外，2个女儿女婿，朱丽娟的儿子等等，全都是这笔钱的直接受益人，全都有动手的理由。你呀，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什么？我就不该让你看卷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和署里面分析的差不多，不过你能发现这么多，说明你在刑侦方面的确有天赋。刑侦不仅仅是刑侦，这里面还包含了很多的社会关系。要知道啊，我们上百人的专案小组，足足整理了4个月，才选出3个嫌疑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案子我们是限期侦破，可哪怕是上百人的专案小组，花了上百万的办案经费，是一点进展都没有。这也是我们署里面当时报上去的悬案，毕竟是一点证据都没有啊。爸爸，你想告诉我，我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吗？哎呀，瑶瑶，爸爸不是在打击你，你在刑侦方面啊，的确有天赋。不过，刑侦是需要系统性的学习的。我也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警察，毕竟你妈妈的警号还等着你去继承呢。这个案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这里面涉及的人还有关系啊，都是不固定的。爸爸，带我去警署吧。去警署干什么？这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完美犯罪，密室杀人也是一样的，要么带走什么，要么留下什么。警署的资料相对更全，我有信心3天之内破案。
你呀，也不怕把牛皮吹破了。我们上百人的专案小组整理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才选出3个嫌疑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比我们上百人的专案小组还要厉害？我可没有这么说啊，我只是比你们更加了解罪犯而已。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懂犯罪心理学了。爸爸，只要给我更多的权限，我保证3天之内破案。哎呀，石队，你看看你，来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我来看看瑶瑶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还生叔叔气呢。这次能这么快破了孙秀芳案，还多亏了你啊！你看，叔叔专门来跟你道歉的。瑶瑶，说话。瑶瑶，不能没礼貌啊。石队，我家闺女啊，被我惯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这件事啊是我做的不对，小天才有点小脾气也是应该的嘛。瑶瑶，你有什么想做的，你说出来，石叔一定满足你。我要去警署。啊？113案，这个案子难啊。这个案子或许不难，你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细节。当然，我相信专案组的能力，但人多了的情况下，就有可能遗漏细节。我心里已经有人选了，只不过需要佐证。给我3天。3天？没错，这个案子100%是因钱杀人。抛开表现看本质，实际上符合作案的人也只有仅仅那么几个人。好，现在就去队里。哎，石队，这不太好吧？我一个副总队长，这个权限还是有的。哎呀，这违反纪律的。怕什么？出了事儿我扛着。石叔有魄力。哼，可叫我输了，臭丫头。啊，石队。瑶瑶，这是113案的所有档案，你还需要什么？严福生的具体家庭情况，包括2个女儿女婿的详细资料，以及严福生死后这笔拆迁款都落在了谁的手里。一般情况下，直接受益人大概率就是凶手，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情况。石叔。哦，可是严福生2个女儿女婿的所有档案都在这里，不够全面，我需要各自详细的家庭信息，最重要的是财务状况。行，小陈、小张，你们出一下侦查任务。好嘞。严福生的2个女儿女婿，瑶瑶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瑶瑶，你有什么发现？等有了结果再说吧，也可能是我猜错了。猜错了？你现在可是顶着你爹的帽子干活，你要猜错了，咱俩就得喝西北风去。哎呀，爸爸，你都不相信你亲闺女了？正是因为你是我亲闺女，我才不敢相信。赶紧干活吧。这30倍快捷，就算警署里的专家也不敢4个一起看。这能看得过来吗？小问题。这平原村是城中村，汇集着外地来本市的务工人口，加上本市人口。据去年人口统计，单单一个平原村人口就超过6万。这6万人口，仅靠4个摄像头，能看得清楚谁是谁吗？道理是这样的，没错，但实际上不重要。2号监控正好能够看到严福生家单元门口，只需要盯着这里，在案发前后3天，进去但没有出来的人，基本上就可以锁定凶手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么快，你能看得清楚吗？我不是质疑你的意思啊。我们曾经也请过号称警界鹰眼的专家，可是他也没在监控上发现任何线索。我找到了，这上面也没有我们要找的人啊。瑶瑶，这监控是案发第3天，这么多人，这么模糊。瑶瑶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你不会啥也没看到，说这些话来忽悠我们吧？哟，老林啊，你们2组这么闲，看来工作不饱和呀。要不这个113案交给你们2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就是你们办的这个案子吧？我们2组破不了的案子，你还指望一个小屁孩啊？1组这么多人，让一个小屁孩指挥来指挥去，还真以为我们警署没人了，让一个小屁孩破案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警署没人了？
你不是人吗？石副队长，你让一个10岁的小屁孩破案，这难道不就是说我们警署没人破案了吗？你说话注意点啊！这事我跟段队汇报。汇报有什么用？113案是我主抓的，当初上百人的专案组都破不了的案，你让一个小屁孩来破，他一个小屁孩要是能破案，我把这桌子吃了。林耀华，我警告你，别在这给我咋咋呼呼的。我是刑警总队副队长，一个组长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拿身份压我？行，你行，我就不信没人能治得了你。我这就找吕辉去。哎，石队，刚才林组长说的吕辉是谁啊？他表兄弟，雪城现任副市长。耀华同志，坐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113案重启，你心里气不过，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和石彦博同志吵架的理由啊！大家都是同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太难看了，不太好。署长，我不是因为这个重启113案调查，我没意见。可是石彦博又把谢立川的闺女找来了，现在整个重案一组，还有他石彦博本人，为一个小姑娘指挥来指挥去，像话吗？谢君瑶，是。署长，这事儿你要是不管，我只能去找我表兄弟吕辉来。我知道了，这事我会处理的，你先去忙吧。我的分析已经足够完善了，可以确定他就是凶手。在作案前的准备工作和为数不多的证据，能够构成证据闭环，只不过还有些东西需要补充侦查。上百人的重案组，外加一个重案2组，大半年都破不了的案子，让一个孩子一分析破了。我早就看林耀华不爽了，这狗东西，除了拿他那个副市长表哥压人外，他还能干什么？废物！喂，处长，我正想向你汇报。马上来我办公室。是。林耀华这个臭小子又告状了，我得去解释一下。胡闹！你简直是胡闹！113案在几个月之前就当悬案报上去了，现在你让瑶瑶那小丫头再破案，造成的影响，你这个总队长能承担得起吗？署长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。那是几个意思？几天之前我就告诉你了，马副署长马上就要退了，你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找事儿啊！署长，可是瑶瑶她已经什么已经？啊！你一个堂堂刑警的总队长，竟然被一个10岁的孩子在那瞎扯！啊！你这个副署长，你还想不想当啊？我明白，署长，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破的机会。破案？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？113密室案，费了多少警力，浪费了多少资源，结果呢？孙秀芳案，这个丫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这才把这个案子给破。对，她是个天才。但你让我把这个案子给上面怎么报啊？哦，就说我们警署都是一群废物，都比不过一个10岁的孩子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那个113案现在已经有了新线索，我们正准备深入调查呢。深入调查？已经锁定嫌疑人了？你赶紧说，这扭扭捏捏的像个大姑娘。经过瑶瑶的推理和分析，再加上监控的佐证，最后断定这个案子的定性就出现了问题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密室杀人。只是现在还确实没有发现证据，不过一组已经行动了，只要能找到证据，可以立刻抓人。你确定这个案子能破？我可告诉你，这个案子已经挂了悬案。如果在积案清理行动期间，这个案子破了，我明白，署长，至少
有6成把握。小段，你可想好了？接了这份文件，就意味着你拿你的仕途在赌，赌不赌？你自己看着办。我需要严福生死后的拆迁款流向图，死者女儿女婿4人的资产变化，各自的财产情况，以及女儿女婿的社会关系。好。抓人吧！好，我是刑侦总队段乐安，现通知如下：外勤组盯紧嫌疑人，支援组随时准备。署长，林耀华向吕副市长报告了这件事，吕副市长震怒，正在前往警署的路上。可是现在我们没什么可是的，准备向组织上交代情况吧。出事了。林耀华向吕副市长做了汇报，吕副市长马上就到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向领导汇报工作。不是，林耀华这狗东西啊！上案子没让他参与，这113案是他自己没能力，现在倒好，这案子马上就要破了，这狗东西就开始摇人了是吗？石叔不着急，这不还有时间呢吗？咱们双管齐下。段叔，你来安排抓人，我来应付领导。你？你老糊涂了！刑侦工作怎么能让一个小孩参与？竟然还让他指挥，是你们的能力问题，还是你这个署长的责任？你们是纪律队伍，简直瞎胡闹！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，你就准备脱衣服吧。市长，这事儿啊，它有点复杂。有多复杂？我管理上千万百姓，能有我复杂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事情不给我解释清楚，下次再来的就不是我，而是检查组。吕市长，全体都有，起立。市长好。杜文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宣誓主权。杜文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宣誓主权。怎么会呢？吕市长，您知道新风厂孙秀芳的情杀案吧？这个案子闹出了不小的社会影响，我当然知道。我实话跟您说吧，这个孙秀芳情杀案就是谢军瑶破的，这丫头是个天才啊！而且现在的113案又有新的进展了。您看，您来都来了，要不然您先听听案情汇报吧。小段，你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刑侦总队没有人破案了吗？非要一个小孩来破案？报告市长，113案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性。就这小孩，还吃？各位叔叔好，我是谢君瑶，接下来就由我告诉你们113案进度以及案发过程。10岁，这么熟练，这么冷静。是。现在这张图是死者严福生的社会关系，其中包括平原村有矛盾的家庭成员等等。
死者严福生，男，81岁普通老人，因市里拆迁规划，这个被誉为城市伤疤的平原村，因拆迁导致了这场风波。1月13，死者被邻居朱凯发现死于客厅，死因是鱼线割破大动脉，现场无闯入痕迹，无第二人 DNA 与痕迹，被定性为密室杀人。密室杀人的核心从来不是密室，而是如何制造密室。现场无撬锁痕迹，门窗从内部反锁，说明凶手是死者允许进入屋内的人，也就是熟人。你说的熟人是他那两个要分拆迁款的女儿，还是那个要分财产的老伴儿？您说的这几类人都有动机，但都没有无法替代的作案条件。严福生的两个女儿虽然常吵架，但案发时一个在外地出差，一个在家带孩子，有明确不在场证明。周丽娟当天在超市上班，考勤记录完整。你说的没错，113案的难点就在这里，因为没有直接性指向证据，被害人仅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。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排除雇凶杀人？排除雇凶杀人，核心看3个关键点。哦，详细说说。第一，成本不对等。拆迁款虽多，但雇凶需要支付高额报酬，还得承担暴露风险。凶手完全有更稳妥的方式争夺财产，没必要铤而走险。有点道理，继续说。第二，作案手法不符。雇凶杀人多追求快速脱身，不会用鱼线割喉这种需要近距离操作，还得清理现场的复杂方式。胡说八道！你闭嘴！不好意思啊，你继续。第三，动机不够。如果是雇凶，凶手只需确保严福生死，没必要刻意制造密室，这反而多此一举，不符合雇凶的核心诉求。所以我重新梳理了现有线索，可以确定是熟人作案。严福生不算什么好人，甚至算得上坏。年轻时酗酒、赌博、斗殴，资料中有不少的案底。资料记载，严福生43岁时，妻子带着2个女儿离开；78岁时，原配去世。严福生突然想起还有2个女儿，开始主动联系，今天给点零花钱，明天送点生活用品，关系才勉强缓和。但这种缓和更像是严福生晚年孤独的补偿式表演，而非真心弥补。大女儿孙诗雅33岁，严福生死前定居开平市，和丈夫于志伟经营了一家小厂子，有个女儿3岁。二女儿孙雪琴已婚，31岁，定居开平市，普通上班族。我直接说，我怀疑他们的原因吧。哎，理由牵强。小姑娘，这是刑侦，不是小孩过家家。严福生死后，拆迁工作继续，这笔钱自然让2个女儿平分了。那事实上，如果这2个女儿什么都不做，也同样会得到这笔钱，所以他们没有杀人的理由，并且他们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你不知道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吗？没错，这就是你们办案的思路。因为在你们看来，死者2个女儿的嫌疑甚至不如周丽娟大，因为周丽娟想要这笔钱，为她的儿子买婚房、买车、付彩礼等等。可是重点是，死者和周丽娟并不是夫妻，自然得不到这笔钱。严福生81岁，周丽娟75岁，年纪大了，找个老伴是人之常情。但在钱的这个问题上，2人曾多次爆发争吵。无论是村民，亦或是周丽娟和她儿子，口供中都证实这一点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孙诗雅、孙雪晴知道了这一点之后，同样也是因为钱回来到了雪城，看望生物学上的父亲，并且死者的2个女儿和周丽娟第一次见面，双方因为钱同样大吵，都担心这笔钱被对方拿到，这才有了后续的周丽娟起诉2个女儿未尽养老义务，要求他们放弃继承资格。但周丽娟和死者并未结婚，所以败诉。这部分先推理到这里，我们换个角度，请看。平原村因为是城中村，不少偷盗团伙都住在这里，他们怕被发现，所以破坏了很多的摄像头，只有这4个位于出入口的摄像头，他们不敢破坏。可也是因为这样，才能锁定嫌疑人。严福生家里门窗紧闭，现场没有任何痕迹留下，基于这一点，才定性为密室杀人。至少在我看来，太过于草率了。如果是密室杀人，凶手是什么时候进入严福生家的？
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如果时间超过1天，凶手吃喝拉撒是怎么解决的？大家看这，塑钢窗的气密胶条老化严重，边缘还有磨损痕迹。正常上锁的窗户，气密胶条完全贴合窗框。现场的勘查照片里，胶条有轻微翘起。这就是所谓的密室真相。凶手根本就没有在屋里藏着，也不是从门窗硬闯，而是在离开后，利用老化塑钢窗的特性，制造了从内部反锁的假象。所以，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确认，死者在死亡之前，一定是见过一个他不得不见的人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凶手在思考如何撤退。再结合窗户，那就能够说得通了，因为气密胶条上面有胶水，有粘性，哪怕是靠在一起，都会很难分开。这一点在现场证据中同样保留。综上所述，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密室杀人案。买凶杀人不是不可能，而是放在当前环境下是不可能的。在我看完凶案资料后，便排除了买凶杀人的可能。首先，凶手一定和严福生认识，并且严福生和凶手的照面，也就是开门的瞬间，严福生并未让凶手离开，这说明两人认识，且严福生没有赶凶手离开的理由。而雇凶杀人，那么现场一定会有严福生挣扎的痕迹，可现场没有。等等，就算是熟人作案，那么行凶者对死者进行行凶时，那么死者出于求生的本能，同样也会挣扎。你这个说法不成立。你问到点子上了，出于求生本能，严福生一定会挣扎。在现场勘查的照片中，受害者死亡位置左右两边并没有挣扎痕迹，但现场却明显存在血液喷溅痕迹，茶几、地板均有血液喷溅痕迹。我不清楚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，在死者严福生卧室床头柜上有安眠药，而这一点也引起了我的怀疑。你的这些说法我们都考虑过，并且做出过假设。只要这个人能进入严福生的家里，往水里放了安眠药后再行凶，他同样没有挣扎的痕迹。这一点你考虑过吗？我考虑过。你以为杀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更别说这么血腥的方式。法医尸检报告上出血量高达3000毫升，要知道这已经能够达到失血性休克了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是死者社会关系复杂，不少人都和死者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但没有直接杀人的动机。在之前的时候，我已经排除了不少人，这里就不过多阐述了。关于雇凶杀人这一点，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那我就继续推理了。请你不要打断我。接下来是我的推理。我认为严福生将凶手引进房间后，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，严福生起身离开了短暂时间。根据警方当时的凶案现场留存，合理推断严福生去了厨房，而这个时间中，凶手将安眠药泡在水里，让严福生喝下，继而昏睡。而这个时候，凶手从后面勒住了严福生的脖子，导致死亡。我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在监控中也找到了相关痕迹。平原村4个监控，其中1、2号监控都能够看到严福生所在的3号楼。这个人就是我心中的凶手，但是没有拍到正脸，所以从监控无法断定。因为这个人仅在监控中出现1次，第2次出现的时候是在案发前2个小时，像素比较低，不太清楚。但是根据严福生的社会关系图可以确认，这人是2女婿孙雪琴的丈夫李建军。孙雪琴的丈夫，严福生的2女婿。案发前3天，李建军找了死者严福生，直到案发后第3个小时才离开。这3天之中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可以知道的是，李建军和严福生的死一定脱不了关系。很诧异对吧？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，李建军是直接受益人，他没有理由做出这种事情。可再做个大胆的假设，如果严福生开始就没有打算把这个钱给2女儿一家呢？小姑娘，我打断一下。您说。你的推理的确有道理，但仅仅是推测，没有任何证据。你的推理只能说明李建军和严福生的死有关，不能证明李建军就是凶手。你认为他是凶手，太草率了吧？没错，这个结论的确草率，并不能证明李建军就是凶手。但是什么？根据捕中侦查，李建军抵达雪城之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严福生，而是去了本市最大的渔具市场。捕称侦查中，他在渔具市场消费了一笔，这是他的流水图。1月11日13点45，木塘渔具消费42元。
我们对老板进行了询问，根据他的记忆，那天因为老板中午钓鱼回来晚，1点30才开始做饭，刚坐下准备吃饭，李建军就来了，点名要鱼线，可所有的鱼线都不满意，最后他还是在仓库找到了一根去年的鱼线。这个品牌叫达瓦，是国际1线品牌。去年北方因为这个系列的鱼线杀人案，所以全部召回了，并且渔具店老板记得很清楚，他最后没有满意的，所以直接问有没有达瓦。老板这才想起来仓库还有一根。根据老板所说，那天就他一个奇葩，再加3天之后本市出现密室杀人案，听说鱼线是凶器之后，他就更加不敢说这件事了。再把时间倒回买鱼线之后，买完鱼线后4个监控都拍到了李建军，且李建军都抬头看了监控，这说明什么？他看监控干什么？他本人又想干什么？这4个抬头看监控的图，说明李建军在踩点。第1个监控，李建军明显抬头看监控，而其他3张图中，则是有意无意的打量监控。平原村是城中村，这里的治安一直都是问题，人员太杂太多，以至于在这么庞大且复杂的信息流中，分析信息很困难。在前期的调查中，没人注意过这些问题，可我注意到了，并将所有的信息整合归拢，这才是我推理的事实依据。试想一下，普通人在路过监控的时候，会专门的停下来观察监控吗？正常人绝对不会观察什么地方有监控，监控拍摄的地方。最重要的是，李建军是在案发前2个小时后离开的。案发前2个小时可以说是黄金破案时间，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中，现场证据保存最完好，而这一时效性证据也是存在的，比如亲密胶条。推理到这一步，我几乎可以断定李建军就是凶手。哎，打断一下啊！你看，根据档案和初步调查报告以及李建军的口供所述，1月18日，李建军的确从开平市来到了雪城，但仅仅也是和老丈人严福生商量，能不能多分给他们50万。但吵过之后不欢而散。那么这条鱼线呢，也是李建军得知老丈人喜欢钓鱼，才买来送给他的。那另外，从邻居以及村民的口述中明确的指出了，这个严福生的脾气不是特别好，就是特别喜欢什么呢？女人和钓鱼。那么当然，严福生他也是有案底的，基本上都是嫖娼，所以这条鱼线的出现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另外，根据李建军的口供指出，吵架后他就乘坐飞机离开了雪城。那这一点，开平警方走访调查可以证实。你排除了雇凶杀人，又把李建军列为头号嫌疑人，但李建军偏偏有不在场的证据。那这一点你怎么解释？李建军的确有不在场的证据，我还没有说到这儿呢，你不要再打断我了好吗？真的很烦人啊！在我将李建军列为头号嫌疑人之后，补充侦查便针对李建军进行调查，其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在严福生死后，关于遗产分割最终是大女儿孙诗雅和二女儿孙雪琴的手里，其中孙诗雅分到了300万，而孙雪琴仅仅分到200万。在补充侦查中发现，自遗产分割后，大女儿和二女儿因为钱闹翻了，而闹翻的原因在补充侦查中孙诗雅的口供中交代，李建军在外赌博，并且家暴孙雪琴。依据这一点，我们调取了孙诗雅、李建军夫妻的银行账户，其中发现去年的11月初、12月末、1月初，分别向借贷公司、私人账户、赌场分别转账15万、5万、30万等数额。这80万的大额转账，经过调查，是孙诗雅夫妇卖掉了在开平市唯一房产，从记录上看用于还债，仅剩的30万被李建军转给于志伟。于志伟，男，37岁，孙诗雅的丈夫。于志伟、李建军，没错。经过更深入的调查发现，李建军的赌博实际上就是于志伟教唆的。因为于志伟的厂子有能力还款，所以一直掩盖得很好，直到去年年底，厂子效益不好，而他欠的钱也还不上了，从此开始利滚利。事实上，这2个人并未被警方列入嫌疑人名单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明面上的直接受益人。在此基础上，当初的专案组在这个原因之下并未深入调查，自然也就没有掌握这些情况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一个因钱杀人的案子，可某些人却列为可笑的密室杀人。奇怪的是，在他们拿到这笔钱后，短短的1个月之内，4个人的账户上加起来不超过10万，并且于志伟的厂子易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？严福生的拆迁款
高达500万，哪怕是平分也有250万。这么一大笔钱，在1个月内花光，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更别说2家本来就还有存款。所以，我们调查了2家的消费情况，可以明确，除于志伟、李建军之外，孙家姐妹的年收入10万，消费不超过6万。那凭什么在获得这么一大笔钱后，短短1个月内就陷入了财政危机呢？这个问题先放一放，先说李建军。李建军已经介绍过了，他是凶手，那就直接说最核心的问题。李建军为什么要杀他的老丈人？刑事案件中，因果从来不会倒置，必定是因为什么才去干什么，导致什么样的结果。那么在本案中，李建军的因是什么？这就是杀人动机。李建军35岁，开平市乡下人，大学期间便认识了妻子孙雪晴，大学毕业便结婚了。孙雪晴在李家的地位不高，因为没娘家，就连他们的婚房都是在5年前购置的。孙诗雅、孙雪晴是姐妹，所以2家关系很好。直到2年前，李建军厂子突然陷入了一场财务危机，李建军找孙雪晴一家借钱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，李建军便陷入了赌博陷阱。通过于志伟，李建军便很快迷上了这种感觉，开始还赢了不少。可赌博的套路，你们作为警察也清楚，越赌越输，越输越赌，直到他开始找赌场借钱。案件还原到这个地步，我相信杀人动机已经非常明显了。在专案组当初被自己误导后，没人去调查他们的财务状况以及生活状况，这也就导致本应该很简单的案子，最后硬生生办成了密室杀人。虽然拖了这么久，但案件真相还是被还原了。补充侦查中，也就是在1年前，已经债台高筑的于志伟和李建军萌生了一个想法。在补充侦查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后，段叔以刑侦总队长的名义，请开平警方协助调查。直到昨天，我们有了答案。于志伟已经是多进攻，几乎每次全都是因为赌博，而这一点孙诗雅并没有交代。在李建军债台高筑后，于志伟找到了李建军，萌生了杀妻骗保的想法，很快便实施了，也就是照片上这个合同。去年8月，2家人约着一起去爬山，在途中遭遇车祸，除李建军轻伤外，其他3人都在医院住了3个月，对方全责，共计赔偿12万。于志伟以厂子财务危机为由，李建军以帮助于志伟为由，将这12万全部用于赌博。开平警方提供的记录显示，于志伟负债200万，李建军负债109万，而当时于志伟厂子仅能带来80万收益。至此，2个人彻底扛不住了。直到拆迁规划出来，严福生晚年孤独，故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2个女儿，希望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2个女儿能膝下承欢，也就是我之前说的补偿式表演。但他没有想到，这笔钱却让他陷入了死亡危机。得知有这笔钱后，于志伟、李建军便萌生了拆迁款的想法。而在李建军单独找到严福生之前，严福生已经给了2个女儿共计60万。1月11日，单独给了李建军20万后，这20万便汇入了某个借贷公司。而随后，李建军和严福生发生争吵之后，1月13日，严福生被杀。在以上所有证据之下，可以确定于志伟、李建军2人为钱杀人。可以推测，严福生并不想给他们钱。再加之于志伟女儿读书也需要钱，在债台高筑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能力还款。邻居朱凯证实，1月11日，他去找严福生的时候，正好遇上严福生和李建军吵架，最后李建军摔门而出，这也是监控中当天拍到李建军离去的原因。2个月之前，2人隐瞒了好几年的赌博以及债务，最终暴露。于志伟和李建军性格彻底暴露，开始家暴，仅仅是这个月便家暴了13次，这是有开平警方出警记录为证。说到底，核心问题还是因为钱，因为钱，于志伟、李建军2人不惜杀妻骗保，不惜违背人伦道德。所以我认为，于志伟、李建军2人有绝对的理由以及杀人动机。那么有一个问题，既然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他们为什么不能等一段时间呢？毕竟只需要等一段时间，这笔钱依旧是他们的，根本不需要杀人。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？没错，这点你怎么解释呢？因为去年12月，开平警方出具了一份文件，一份严厉打击赌博行为的文件。不完全统计，仅仅是去年12月的1个月时间，端掉赌博场所1200余家，
地下赌场200多座，但这其中不包括于志伟、李建军所在的赌场。可也是因为这一点，赌场老板继续回款撤离，用2人的小命威胁。至此，于志伟产生易主。以上就是基于目前线索和各项佐证还原的案件真相。当然，仅仅是我个人认为，但这么说来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？我之前说过，李建军有不在场证据。吵架之后离开的时间是在下午，对不对？那报案人和我们到达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，法医的检测报告死亡时间是下午6点左右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李建军已经到达了开平市，也就是说，李建军有不在场的证据。林耀华，你有什么脸在这逼逼赖赖？113案是不是你负责？专案组给你了，几百人的警力给你了，可结果呢？一个杀人案愣是让你办成了密室案，我都替你丢脸。你喊什么？你吵什么？案情分析会不允许提问题了吗？这么大的一个漏洞，我不能问吗？案发时李建军在开平，他却说李建军是凶手，我不能提问吗？对，你着急是对的，毕竟这个案子是你们办的，结果要是让瑶瑶破了案，我看你这个处分是被定了。你开会呢，吵什么吵？任市长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行了，坐下吧。瑶瑶，你继续说。刚才说到了新的问题，也正好是林组长说的这个问题。既然案发时李建军不在案发现场，又不在场证据，那凶手是谁呢？既然林组长说着急，我就直接说了，凶手就是李建军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案发时都不在现场，他怎么杀？有延迟啊！就是，人在开平市，这怎么能杀人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1天之久，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一点，直到后来，我终于确定凶手的确是李建军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于志伟，没错，因为一直杀人的是李建军，以至于你们一直都忽略了李志。这张照片不是近期的，而是10年前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来自哈曼大学，而这张照片是机械化专业的毕业照。左边3排第3人，最后1排中间那人，分别是于志伟和李建军，这代表着他们在大学时期是认识的，2人是大学同学，并且在大学后2人娶了姐姐妹妹。这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吗？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所以我调查了2人，从大学时期到现在的所有档案，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，那就是李建军、于志伟2人在大学时期便已经深陷赌博，而当时姐姐李诗雅正值离婚之际，而她的丈夫是如今的开平首富，当时离婚后便获得了这家工厂。巧合的是，当时2人正在这家工厂上班，机缘巧合之下，2人认识了李诗雅，并且在短短的1个月内，于志伟和孙诗雅就在一起了，第3个月就结婚了。婚后，李诗雅将工厂交给了于志伟打理，这就有了我们知道的这家工厂实际老板是于志伟。而所有的信息汇总之后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是于志伟让李建军故意制造的不在场证据。不在场证据这的确重要，可如果这份不在场证据只是伪造的呢？人证的伪证据若是也有假，那这2位从目前来看，是不是就能基本上就确定为凶手了？对于于志伟、李建军而言，因为债台高筑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必须得想办法还钱，否则那些人就会要了他们的命。毕竟他们下面的那些人是真的不要命的，他们也得为自己考虑，一边是自己的小命，一边是一个不确定什么时候给钱的拆迁款。你猜猜他们怎么选？人在本能的求生欲之下，能干出什么事情都不例外，这是人的求生本能。鉴于他们极其混乱且糟糕的财务状况之下，急需一笔钱。就在这时候，拆迁款500万就出现在他们的眼中了。在意外死亡保险的失败案例之下，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失败了，因为再失败，他们的小命就没了。2人又是高材生，又是机械化专业的，如果当时你们顺着这条线查，早就破案了。当初专案组的调查报告显示，李建军在案发时的确是在飞机上，这的确是不在场证据。可如果是我说的那样，
如果这份不在场本身就是伪造的呢？再换个说法，这就是于志伟和李建军要的结果。因为有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你们终止调查。殊不知，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。我知道你们有人在想，当时会不会是身份互换呢？但我可以明确一点，不可能。而且我已经找到了他们杀人的证据。哦，你找到了？我找到了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凶手，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在我上飞机的同时完成这场杀人呢？当我有了这个思绪之后，事情其实就很清晰了。请看图，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晰，因为鱼线太细，以至于证据这一方面需要现场提取。不过不重要，补充侦查进行了针对性侦查。于志伟和李建军都是机械化专业毕业的，机械化专业中动能是基础课程，完全难以绕开。打瓦鱼线能够致人死亡，并且割破大动脉，仅凭一根鱼线很难做到。可如果这根鱼线的速度达到40码左右，完全能够瞬间割破喉咙，完成瞬杀。这就需要将动能化作速度。巧了，在他们的学科中，正好动能是基础专业课程，他们绕不开。且这门学科在他们大学中，两人的成绩都很好。补充侦查中，我们并没有拿到当时的酒店监控记录，不过似乎也不重要。被我们一直忽视的于志伟，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干。如果他什么都没干，由李建军完成杀人，那李建军也不会同意啊。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于志伟提供的工具由李建军执行，只需要在墙壁上安装一套动能转换设备，也就是类似于弹力绳的原理，只不过他们做了一套设备，能够保证鱼线瞬杀严复生。最后，鱼线在完成杀人后，根据他们之前设定好的，鱼线顺着窗户落在地上，一条鱼线在地上，不会有人在意，甚至有人在踩上之后和地面摩擦，就将鱼线上的血给磨没了。所以这就是他们杀人的过程。于志伟、李建军两人全都是凶手。抓人吧。哦，哎呀，哈哈，厉害，厉害呀！啊，我为我刚才看不起你道歉，真是个天才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太棒了！还有个事，两人毕业于机械化专业，接受过高等教育，并且这个案子中直接性证据不多，审讯难度很大。我建议先审李建军，这人心思缜密，但从资料上看胆子不算很大。毕竟不敢直接杀人。你们雪城警方凭什么抓我？做什么了？你们竟然跨市抓！李建军，于志伟都已经交代了，你还要抵抗到什么时候？他交代什么了？不知道你在说。谋杀你老丈人，谋害妻子未果，你还要我给你还原案发经过吗？于志伟都交代，属于立功表现，而你呢，抗拒审讯，面临你的只会是最顶级的处罚。于志伟不交代，严福生就是你杀的。什么？我杀的？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是于志伟找到我的，这是他的计划，他才是主谋啊！哦，是吗？可是于志伟说你才是主谋。我交代，我全都交代。这丫头可真是厉害，连着破了3个大案，将来一定是一个厉害的女神探。好可爱呀，我们的小神探。拿着。我女儿真棒。还是当好人有意思。